你们很清楚，为了入主邦利集团，我们一直在用非常的手段。这就好像在雷区里趟雷前进，哪怕走错一步，我们都要付出十分惨烈的代价。所以我要速战速决。少帅，您现在意思是？我还是那句话，要想安然无恙地趟过这片雷区，王小慧就是我们的跳板，必须尽快得到他手中的股权。难呐，少帅，邦利集团可是王小慧他爹王邦利一生的心血，王小慧恐怕难以轻易就范。所以我才把你们两个叫过来，为的就是想到一招制敌的办法。我想把我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你。说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江家的父子最近闹出这么多事儿来，无非不就是想得到公司的控股权吗？所以只要我的手上还掌握股份，他们就不会消停。我把我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你，你拥有了公司的控股权，就算是他们想折腾的话，也损害不到公司的利益。小慧，公司闹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我已经很自责了。我不能再要你的股份，肯定不行。话也不是这么说的。我爸之前之所以把公司51%的股份让给你，那是因为他相信你有能力把公司办得更好。说白了，我这么做也都是为了公司。等困难度过了以后，你还可以再重新分配股份嘛。郝胜，你头脑灵活，有什么意见吗？我认为，想要从王小慧那里拿到股份的话，还要从宋文平这儿下手。可行贿受贿这个法子，不能再用了。如果我们让宋文平官职不保呢？具体说一说。比如说，想个办法，把宋文平调到乡下去挂职，随便什么小地方，说是挂职就让他闲着，自生自灭。宋文平，山沟里出来，好容易在北京扎下根，吧唧一下打回原形，这对一个男人来讲，那就是致命的摧毁。他能不明白是为什么？到时候不用我们出手，他自己就会哭着闹着去求王小慧，把股份让给你。浩强，现在不是你犹豫的时候。这退一步说，股份在你的手里，总比在我手里安全吧？掌握股份的人越多，肯定回头受到无辜伤害的人就会越多。小慧说的有道理，股份不管是在你手里还是在他手里，你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公司好。与其一盘散沙，让别人有机可乘，我觉得不如你们就变成一块铁板，这样效果肯定不一样。江家父子做事不择手段，我真怕有一天他们点到我的死穴，那我爸的心血就全都毁在我们手里了。可是小慧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你需不需要跟文平商量一下？我已经跟他商量过了，他支持我的做法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也保证，总有一天我会把你的股份重新还给你。这样就太好了。如果加上小慧的股份，那你现在就拥有50%；如果再加上我的3个点，那你一共占有公司的53%，那你就拥有绝对控股权。这样江家父子不管再怎么嘚瑟，他们也做不了什么了。浩胜，你觉得呢？马经理这个主意好，不过要看对付什么人。以宋文平的为人来看，他自己本身对权力并没有什么热情，而王小慧呢，从小没有吃过什么苦，对权力的重要性也没有深刻的体会，所以我认为这个主意好是好，可是力度不够。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，我就不信了。
这个世界上还有对权力不感兴趣的人，尤其是男人。他宋文平年纪轻轻到科长这个位置，你千万不要跟我讲他从来不耍什么手段。我马少良绝对不信。我觉得这个事情缺少一点威慑力。王小慧已经吃过一次亏了，如果没有一招制敌的把握，还是不要轻举妄动。少帅，我又有招了，您听听这个够不够威慑力啊？咱们想办法帮宋文平开家公司。国家法规明文规定啊，公务员不得经商，他就是知法犯法，最少他也保不住头顶的乌纱帽。怎么样？这个威慑力够了吧？这个主意乍一听挺虎的，而且有段副局长从中帮忙，应该不难。只是这个办公司周期太长，我等不了。我要速战速决，尽快拿到王小慧手中的股权。段副局长这个人靠得住吗？他拿了我们不少的好处，现在跟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你说靠谱吗？既然靠得住，我倒是有个方法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各位，今天临时召开这个股东大会，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。戴总，最近公司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经历了一些波折，我想大家都看在眼里，是因为有人想恶意入驻我们公司。为了公司的利益和长远发展，我做出以下决定：把我名下所持有的所有股份转让给董事长。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决定，王副总也是一样。情况大家也都了解了，别的话呢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总之，我是不允许任何人来染指我们邦利集团，更不允许别人来窃取大家辛苦的劳动成果的。既然王总和戴总决定把股份交出来，帮公司渡过难关，我也不能袖手旁观。董事长，我决定把股份还给你。鲍经理，你不必这么做。今天这个会是想让大家知道戴总和王总的决定，不是杯酒释兵权。各位依然是公司的股东，各位的股份也依然在自己手里。